北海道，日本国境以北，宁静而辽阔。我曾经在夏与秋两季来过，而这一次，我终于踏入了这片纯净与梦幻编织的北方王国。这次我们是从神户直飞札幌。神户机场比起关西和伊丹机场人少了很多。我们搭乘的是日本国内的天马航空，飞行时间2小时左右。从机场搭乘巴士到达我们住的酒店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酒店。第一晚我们在札幌住的是全日空皇冠假日酒店，没有含早餐的价格非常便宜。放完行李，我们先去购买了明天去登别的车票。我们现在去札幌站买明天的车票，北斗，对，北斗号。然后明天要先去登别的地狱谷，然后再去白老町。我已经感觉到滑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札幌站啦，然后买票，终于进到室内了。哇，看非常有圣诞的氛围，还有卖帽子的自动贩售机。好，我们现在买完车票去找吃的。这个就是为了别人防止摔跤用的那个沙子。哦，这个是可以自己用的。这个是我觉得是南方是没有的。哦，是你自己从里面取了自己拿走是吧？对，这东你看。哦，防止滑倒的，特别的人性化。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了札幌的著名景点之一——石祭台。才5点45分，天已经非常热，这就是像地下。爱像一道光，爱是一道光。哦，如此美妙。是不是像？来札幌一定要吃汤咖喱，自然这也是我们的首选。我们找到了这家店，叫天马咖喱。哇，然后我们可以看看，我来看一张。哇。哇，
看这个还在沸腾。天马咖喱是札幌的热门店铺，从汤咖喱到咖喱饭都很有北海道的风味，汤头浓郁，冬天吃上一口特别温暖。它的咖喱面包也很有名，外酥内香，是很多游客和本地人都会买的经典小点，经常一出炉就卖光。吃完饭，我们就在附近逛了逛。札幌的夜晚到处张灯结彩。这是一朵莲花。哦，现在风很大。你就不觉得很有趣吗？嗯，很神奇。对，就很神奇。我们已经从酒店退房，现在出发去札幌站，然后坐 JR 去登别，开始我们今天的行程。我们现在已经出发前往登别。从这北海道就坐车玩吧，每个地方之间都是坐 JR 的。哇，这可是我在日本唯一没有过的季节。登别以温泉而闻名，在街道上就可以看到温泉蒸汽喷薄而出。科幻片的既视感扑面而来。除了泡温泉，知名的景点就是地狱谷。地狱谷是登别最具代表性的火山景观，这里原本是一座火山爆裂口。地面不断冒着白色蒸汽，带着淡淡的硫磺味，也正是登别温泉的源头。冬天的地狱谷被白雪与蒸汽包围，
雪地的安静和火山的涌动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让这里显得既壮观又有一种超现实的美。既然是地狱，那么鬼怪的形象自然随处可见。在温泉街中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施——阎罗王。今天我们没有选择在登别住宿，而是前往了距离登别不远的白老丁，因为这次预定了界波罗多。这座旅馆坐落在波罗多湖畔，四周被静谧的自然所包围。旅馆以当地的阿伊努文化为灵感，装饰温暖，细节丰富。这里最迷人的是一边泡温泉，一边看着湖面被白雪覆盖的那份宁静。餐饮也是他家的亮点，传统和式料理是最日本的味道。晚上在火炉前小酌一杯，真的非常惬意。一早吃过早餐，搭乘 GR2 继续南下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洞爷湖。现在在下大雪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洞爷湖边。哇，这个雪太大了，扑面而来的大雪。洞爷湖是北海道著名的火山湖，湖面全年几乎不结冰，四季都能看到开阔的湖景。湖中央有岛，四周被群山环绕，而且还可以看到对面的羊蹄山。羊蹄山因为形似富士山，因而也被称为虾夷富士。2017年的秋天，我第一次来到洞爷湖，阴霾的天气只看到了山的轮廓，遗憾不已。而这次同样天公不作美，不过在湖边走走，拍拍雪景，对于我这样的南方人来说，还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。我们今晚依旧住的是1泊20的温泉旅馆，晚餐和早餐简单却非常美味。第二天一早，天空放晴，现在天稍微晴一点了，但是羊蹄山还是在云雾当中。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洞爷湖边，想最后看一下能不能看到羊蹄山，但是前面是这样子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次又只能带着遗憾离开洞爷湖了。
接下来的行程，我们将继续往南，前往北海道最南边的城市函馆。现在要去车站存行李，然后去五轮锅公园。暴雪天，不在这儿吗？觉得也不是这个。那国防那里吧。好。我们参观的第一个景点是五棱郭。五棱郭建于江户末期，是日本第一座西式新型要塞，原本由幕府修建，用来强化北海道的防卫。后来在戊辰战争中成为最后的战场之一，也见证了幕府势力的终结。如今的五棱郭已经变成了公园，新型的外观和围绕四周的护城河依然能看出当年的军事设计。对了，五棱郭还出现在了柯南第27部剧场版当中。站在五棱郭塔上，还可以俯瞰五棱郭的全景。一个小知识，五棱郭实际上看上去是六角形的，多出来的那个角通过桥梁与整体连接，也是五棱郭公园的入口。当我们到达五棱郭公园时，雪越下越大，世界瞬间变成了一幅水墨画。现在正在下暴雪。作为日本三大夜景之一，欣赏函馆上的夜景是大多数人来此地的目标，我们也不例外。记得第一次来函馆，虽然看到了夜景，但因为不是最美的时节，觉得有些许遗憾，希望这次可以如愿。路上实在饥寒交迫，我们找到一家俄罗斯风格的小木屋餐厅。咖喱，棒，这都是那个，这都是俄罗斯的菜哦，这应该就是罗宋汤。还是有菜。整个餐厅空间不大，摆满了各种极具俄罗斯风情的陈设，如同童话故事里的小屋，在下雪的冬季显得如此的温暖。点了罗宋汤和面包果腹，而的确，这顿迟来的午餐也温暖了我的胃和心。吃饱喝足，本来打算好好拍拍函馆山的夜景，到了缆山口，却看到了缆车因为天气原因停运的消息。或许是想到了在山上忍受风雪的煎熬，又或者是前面的路途太过疲惫。对于大多数人本来是遗憾的事，奇怪的是，我们却有一种兴奋的情绪。现在我们剩下大把的时间休息和吃晚餐了。哇，今天拍到了很多特别珍贵的画面，特别的超值。虽然函馆山因为下雪，所以缆车关闭了，但是我们却因此收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傍晚。哦，这个雪太大了，天哪！看看我的帽子。
在去酒店的路上，蓝调时刻来临，复古的电车从童话故事中驶来。在函馆预订的酒店可以说是此行最大的惊喜。房间宽敞，设施齐全，自助早餐丰盛，阳台还可以看到大海。晚餐我们吃了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不是店名，而是一种羊肉的吃法，是北海道最经典的烤羊肉料理。用铁锅把新鲜的羊肉和蔬菜一起煎烤，味道香而不腥。北海道的成吉思汗通常选用嫩的羊肩或羔羊肉，油脂少无异味，再配上特制的酱汁，非常的下饭。在北海道的大街小巷都能吃到这道地道的北海道名物。从函馆离开，我们将前往北海道最知名的小城小樽。本次列车是全程禁烟列车，使用手机通话时，请前往车厢之间的连接走道。为了不打扰其他旅客，在车内交谈时，请放低您的音量。祝您旅途愉快，谢谢您。从函馆返回札幌，再去小樽，有着近5个小时的车程。在这趟雪国列车上，我看着窗外的风景和天气变化，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很淡，世界纯净得如此不真实。小樽是一座靠海的小城，以宁静的运河、旧仓库群和充满复古气息的街道而闻名。这里曾是北海道重要的港口贸易中心，所以留下了不少西式建筑和玻璃工坊。现在小樽虽然名气大，游客多，但节奏依旧很慢。在小樽，我们住的依旧是星野集团旗下的酒店，这次住的是 OMO。我们住在小樽的 OMO 5，一座把老仓库与港町历史和现代舒适住宿融合在一起的酒店。同样是包含了晚餐和早餐，晚餐采用的是半自助式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西班牙海鲜焗饭和西班牙拿吉棒都非常好吃。第二天一早，在小樽闲逛拍照，小城的光影如同电影画面。下午，我们决定去天狗山看夜景，想去感受一下电影《情书》里面的氛围。我们现在已经坐巴士到了天狗山下。天狗是日本传说中的形象，
和我们常说的天狗吃月中的天狗其实并不相同。它的一大特点就是红色的脸上长着长长的鼻子。搭乘缆车到了天狗山的山顶，这里有一个滑雪博物馆。对了，小樽也是日本滑雪运动的发源地，在天狗山也有滑雪场。眼前的一切在暴风雪中若隐若现，非常的写意。因为前面的旅程太劳累，回到札幌，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拿来休息和吃吃喝喝了。2天时间内，成吉思汗、炸鸡、味噌拉面。这些美食让在札幌的时光变得有了意义。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吃的就是北海道的白色恋人冰淇淋。在札幌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去了安藤忠雄设计的头大佛。虽然在网上看过图片，没想到实景还是震撼到了我。札幌的头大佛位于真居内农业陵园，由建筑师安藤忠雄打造。他把一尊高达 13.5 米的石佛隐藏在薰衣草覆盖的圆形山丘中，只让佛头露在外面，游客需穿过一条混凝土隧道才能抵达佛像前。这种由暗到明的动线让人一抬头就能感受到强烈的震撼与静谧，而在有雪的冬季，这里更有一种纯粹的宁静平和之美。下午前往新千岁机场，以一碗北海道拉面结束了此次的北海道之行。在2年后再次回忆这段旅程，作为摄影师，很多画面没能拍到，而很多心愿好像还没有实现，这或许是一种遗憾吧。但仔细想想，这也并不重要。因为回忆里充满了幸福，所以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个。去哪里不是目的，拍到什么也不是目的，而是在旅行中那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，让自己再次相信世界的温柔。哦，这个雪太大了！天哪，看看我的帽子，